好了，各位，今天又再度开开心心的直播，而且今天这个天气真是热的要死。虽然我还没有开冷气，但是，小弟的家人们呐、我的儿子们已经快乐的开了冷气啊，真心不明白，这样台湾的电到底怎么还会够啊？怎么还可以这样粉饰太平？这个我真的觉得很荒谬啊。但今天我们要认真讲一件事情啊，今天要认真讲的内容呢，就是我当时有稍稍碰到一些，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实在太愚蠢了，我根本不想要大篇幅的做，但没想到真的很多人相信战争不恐怖。这个战争呢打起来之后呢，就会从6折，然后大家恢复正常，然后变成8折，然后久而久之就100%正常上下班上下课啦。那这种东西呢，原来只是觉得荒谬而已，但是后来才发现，你都已经看到全世界有这么多场战争了，不要说什么照常过生活，连活着都是奢求的时候，这些人还在那边哭哭啼谈，还在那边大而无当的运用经费、运用投资，然后想办法在骗你。我跟你讲，我要这样说，我今天要做这个题目的原因，不是为了打脸这些人，而是他们对你说谎、欺骗你战争没有什么的其心可诛。他们的心是坏的，是邪恶的，是为了要让你放轻松，不要担心，觉得战争没什么了不起。但同时间，全世界的战场上面死一片，那然后你告诉我连命都没有了，你可以正常过生活，你一定是开我玩笑，对不对？你一定是在开我玩笑。真正可耻的是这种说法跟他背后的动机。那没关系，我们就给各位真相，Truth will set us free。只有真相才能让我们自由。你可能不知道，但是没关系，我把这个数据都整理出来，让你们看看到底真正的战争是什么。尤其是针对这些出来骗人、糊弄大家的家伙，我来好好的为各位解说一下。来，我们第一个。一开始就看到小弟的背景，现在也进化了，对不对？苗头不对，马上就来。那为什么苗头不对来？因为很简单，乌克兰人照上班呐、以色列人照倒闭啊。朱佑勋看萤火虫，2个小孩活饿死，打6折的太平梦，14天的电用币，问君暂时何处去？冷气房里等奇迹。各位晚安啦、小弟就是那朱学恒。今天这一集啊，我要跟你笑着聊一件让人家笑不出来的事情，就是我前面讲，我要拆解一个谎言，一个从台北市议员到作家到智库到总统府一整条生产线制造出来的谎言，叫做战争没有那么可怕。你一定看过这些说法，这种说法多的是，但它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苗博雅呢说战争来了可以正常上班上课，你有没有看到有1秒钟他为了自己胡说八道出来道过歉？从来没有。今年选举他还要多上节目，还要多在路边跟大家挥手，还是会有很多无知者觉得他说的好棒棒，我一定要听他的，他好敏锐哦。就跟我前一阵子看到说应该要选沈博阳，因为他辩论会赢过所有人。那你怎么不选王义川？他说笑话也会赢过所有人啊。那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朱友勋还说战争不是礼物，但你还是要付水电费啊。然后再谈共打来怎么办？这篇文章还告诉你生活品质会从100%，对不起，我对笨蛋过敏。100%降到60%，然后再慢慢回到80%。然后我们的赖校长啊说他当总统之后战争的几率最低，真的吗？来，我们今天就用3场正在进行中的真实战争，以色列、乌克兰、伊朗的硬数据
我们笑着把这些说法一个个打回去。各位，你只要听过今天的内容，你就知道要用什么数据对这些相信他们这些说法的渔夫渔妇，或者是宣传这些说法的利益团体，你要怎么样子当头棒喝，笑到他们跪在地上哭。来，我们先这样讲，我们先讲言论盘点。苗博雅说了什么？朱宥勋怎么用萤火虫之墓帮他辩护，以及为什么他选错了教材？再来，我们会给各位看3场战争的真实数据。以色列至少已经倒闭了59000家企业，乌克兰的 GDP 暴跌29%，伊朗跟以色列12天直接交火，直接就造成了多大的冲击。然后我们要跟大家讲，台湾跟这些国家还更惨，差异还更大。为什么台湾不是乌克兰？以及那一个11到14天，现在还在逐渐减少的天然气储藏。最后，我们再来说明为什么你拿823炮战类比有这么荒谬？为什么生活打6折？这是一个数学魔术。我告诉你，是谁在骗你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最后一个问题让大家最不舒服，你是不是也信了？你是不是也有1分1秒觉得这些人出来这么有信心讲的，好像真的我应该要相信一点点的东西？你先不急，你先不要跟我急着说，哎呀，苗头不对，已经骂过了啦，那个话题已经过了。今天重点才不是苗博雅，我拿他做背板，只是因为他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从他开始往上追溯那整条认知安抚产业链。不过开始之前，我要先说一句啊，今天调性稍稍不一样，我们今天笑着讲，不是因为这不是悲剧，而是因为这些人的言论荒谬到了，如果你不笑，你就会想哭的程度了。一个人竟然会拿萤火虫之墓来证明战争可以正常上班，当初创作这个故事的人大概会活活气死，因为这是一个反战的动画。竟然有作家扭曲事实到跟你讲了，这不证明他叔叔还是正常上班吗？但是那部动画里面的2个小孩饿死了耶，是要多昧于事实，是要多急着表忠，才会忽略了这个最基本的差别，拿来为你效忠的政党跟理想来辩解。还有人说战争只是生活打6折，以色列 GDP 1个季度就会暴跌了21%，59000家企业直接倒闭。还有人拿823炮战来论证现代战争不可怕，当年的炮弹射程只有20公里，现在的飞弹射程是2000公里。这不是观点之争，这是事实错误，而且这是那种会害死人的事实错误。而且我要告诉各位，妈呀，台湾现在认知作战真多，我一天做2集直播都讲不完。来，目标如果通过，我解释一下今天的目标。最近你有没有看到一大堆的新闻说，哇，台湾跟马绍尔群岛的关系正常化，我们跟他的贸易呢，1年大概有70亿美金，太开心啦！委内瑞拉卖不出白虾，看到马绍尔群岛好羡慕。我们进了多少他们的产品，多少水产，到底是委内瑞拉还是洪都拉斯？看我都被搞混了。那你有没有意识到，台湾媒体一个字都没有提到马绍尔群岛曾经是，至今也是全世界被核弹轰炸过最多次的重灾区吗？它的部分区域的核污染甚至胜过车诺比，胜过福岛。那如果今天目标过了，各平台都一样，我们明天就做一场，告诉你这个台湾的新朋友的故事，
还有台湾进他们的产品有多么有挑战性，好不好？就这样子。那 Event 城说他照片摆10秒钟都可以，没有抖内轮到你讲话嘛？滚！所以各位自己想办法，20个150元抖内，我们明天就做一集，教你知道马绍尔群岛。来，今天虽然我笑得了，但这实在笑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去年12月，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在直播里面跟大家说了一段话，他说：“现代战争你不要那么害怕，你看乌克兰没被占领的地方，大家还是要正常上班上课啊。所以如果金门被打了，台湾本土的生活机能还是会正常运作，你不会每天躲在防空洞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他去年9月呢，在波兰华沙安全论坛跟乌克兰官员交流得到的结论。我请你们先记住这段话，我们等一下一个字一个字来对仗。你不要以为去年12月讲过，那个时候我才刚出狱，我没有时间教你。我今天就把以前的东西原原本本说出来，而且我这样讲，任何有一点点当人的尝试的能力的，就会问：如果乌克兰官员跟你说，我们可以照常上班上课哦。他妈为什么这个安全论坛在波兰举办？波兰跟乌克兰就有一个边界的隔阂，为什么不去乌克兰办？不是身临其境，不是身临其境更开心吗？H123说又没有办法挡，怕有何用？你要当人呐，好不好？你没有办法挡，就要站着被人家强奸吗？就要站着被人家灌输这些愚蠢的事情吗？我告诉你，你要做白痴，你要做智障，那是你他妈选择，你全家都当智障，我没有意见，但不要跟我讲说又没有办法挡，我们怕有用吗？干，你为什么不出去在马路中间被车撞死？而车撞你，你又不能担心自己会不会死，躲有用吗？不要躲啊，站在马路正中央啊，让车对你来啊，闪不要闪。那我问你，闪有用吗？当然有用，当然有用啊。问题是你是白痴才会说没有用。那你是白痴，我建议你现在就滚！操你妈！你来我这边跟我耍白痴，干浪费我的人生是不是？又没办法躲，那你早上起来也不要起床，你毕竟终究要死，你怎么不现在就死一死？看到没有？来，你他妈在留言啊 ！H123，怕有何用？干，正常人就是要怕，任何有脑、有理念、有血性的人都应该要躲避战争，尽一切可能避战。你跟我讲怕没有用，那是你愚蠢、低智商，不要来污染这个频道，滚！来，我们这样讲啊，今天根本重点不是苗博雅，苗博雅只是这张生产线的末端产品。我要分析的是从他开始往上追溯到朱佑勋、沈伯洋、黑熊学院，一路延伸到我们的最高指挥单位，叫做战争不可怕，认知安抚产业链。我们今天不是单纯的骂他，我们今天要用以色列、乌克兰、伊朗3场正在进行中的真实战争的数字来打脸，我们要把它让我面目全非。来，苗博雅说完之后，他说这个东西已经很没常识，他跑去波兰说乌克兰可以正常生活，然后有一个人跳出来力挺他了，这个人叫做朱佑勋，作家、文学评论者，是绿营知识圈的活跃人物，还经常当文学界评审呢。他怎么说呢？他说：“哎呦，战争不是台风啊，不是放个假就结束了，可能拖好几周甚至更久。你不可能不上班。而且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啊，你看萤火虫之墓那个动画里面呢，主角兄妹的遗葬在2战期间。”
不是还持续在军工厂上下班吗？所以战争期间工作是会继续的嘛。这种用知识分子的糖衣包装的无知，甚至居心叵测，最恐怖了。我就问一句，在日本的全民总动员的状态之下，你不想上班会被宪兵队抓走？有没有读历史啊？有没有尝试啊？好了，但我实在不知道这个包装的知识分子啊，到底有没有真的看完那部动画？来，萤火虫之墓呢？好歹小弟也看完了。它剧情是什么？14岁的清太带着4岁的妹妹节子，在美军空袭神户之后失去了妈妈，他们投靠姨丈家。姨丈确实还在上班，但姨丈嫌这2个小孩吃白饭浪费粮食，态度越来越差，逼到兄妹2个自己搬出去住。然后呢？然后节子营养不良，全身长疹子，最后活活饿死。清太在节子死后不久，也饿死在三宫车站。这就是我们伟大知名的作家朱宥勋拿来证明战争还是可以正常上班的动画。这例子好棒哦！你们听到了吗？姨丈确实还在上班，但是那2个寄宿在他家的孩子都饿死了。朱宥勋的逻辑是这样子的：铁达尼号沉了，但是乐团一直演奏到最后，所以搭邮轮很安全。你挑了全世界最悲惨的反战话来论证战争不可怕，这个不是无知，这是无良。而我们国内有很多这样子的知识分子，有没有很刺激啊？有没有很刺激？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你死你活该。这是野坂昭如的半自传小说，是高殿勋执导，那拍出来的东西。来，我们这样讲啦，好啦，接下来呢，终于要讲到后面，以色列的正常上下班是怎么着的呢？别忘了，以色列这几年除了一开始遭到攻击之外，这几年他们可是主动发动战争的那一边。那好，朱宥勋拿动画举例，苗博雅又拿以色列举例了。他原话说，以色列的面积只有台湾60%，跟敌对国家没有海峡天险，发生战争时，非交战区呢还要维持基本日常生活运作。哎，来，好棒棒，对不对？这个出一张嘴在那边瞎扯，就跟他会在网络上被人家骗人买手机一样的天真。天真可以原谅，但是居心叵测就不用原谅。为什么？我们来看看以色列所谓正常上下班的数据是什么。以色列从2023年10月7日开战到现在，它的经济怎么样？它的经济，我们讲数据，我们不要描述说我在那边我看到什么东西，我觉得如何如何，这个是另外一回事。这个不是你觉得，这是你在以色列看他的宣传、看他的报道的时候，你会天真的以为没有怎么样，但实际上不是，好不好？实际上不是。那什么呢？来，2023年第4季，以色列的 GDP 按年率计算了，暴跌了21%。这个数字的意思是什么？每5块钱的经济活动里面有1块，噗，消失了，没有了。从开战当时到2024年底，以色列
只到2024年底哦，现在什么时候？2026年呢？我们就讲开战那一年，以色列有59000家企业关门，同一时期呢，只有36000家新企业开张，净消失23000家。那你觉得这些人为什么不开门了呢？为什么不营业了呢？难道是因为他们不想开，他们想要躺平吗？当然不是啊，几个原因啊，几个原因我等下慢慢说。一般的和平年份呢，以色列在每年有创造开关，大概每年关闭4万家企业，但是战争让这个数字飙升了将近50%。那实际上呢，2025年哦，最新的趋势是中小企业还是显著倒闭，旅游业持续受创，但问题是国家就不敢公布啦，国家就不敢公布了，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挑战是。那你告诉我正常上下班，人家公司都倒了，你要怎么正常上下班呢？可不可以拜托你解释一下、说明一下好不好？而且以色列观光业就蒸发了嘛。战前以色列预估啊，2023年接待会破纪录的550万游客。开战之后第4季啊，观光客直接暴跌80%，到2024年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恢复，因为大家没有信心，谁敢啊？但台湾现在的旅游业大概就跟开战差不多，因为我们都在讲什么新南向，跟讲新南向都跑到北间去了啦，新南向。那再来，以色列的信用评等被连续调降，标准普尔跟穆迪都调降了以色列的主权信评，国债风险溢价从战前的0.8%飙升1倍到超过1.7%，这个代表以色列政府借钱的成本1倍啊！再来，战争花费。以色列的央行啊，估计2023年到2025年的战争相关支出高达556亿美金，相当于以色列 GDP 的10%。政府的赤字呢，从战前的1.5%爆炸到8.5%。再来，第6， 25万人从南部和北部撤离，这25万人不是去旅行，他们是离开家、离开工作、离开学校，被塞进旅馆跟临时安置所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北部的凯旋城啊 ，Kiryat Shmona 几乎变成空城了，你走在街上看不到人，工地全部停工，商店拉下铁门。Mandan Lasran 5561说，伊朗神权政权贩卖9岁女童不干我的事，但研究核武就是全人类的事。又是没读书没看我直播了。台湾研究过核武，知不知道？知道吧？我们剩3个月就要做出核武了，结果被美国强制关停。那你说是不是应该要全世界都来打台湾呢？不是吧？不是吧？那就是这样子啊！你看 ，Stony 说网络乞丐又出来乞讨了，操你妈！那你不要给啊！你跟你妈出来求人被干不是差不多？你妈又要出来求被干的吗？要我满足你吗？要我直接骂说这个10比娘亲？来，再来，几十万后备军人被征召离开职场。为什么有那么多企业关？很多时候是因为他的人被
抓走了，被征召了。以色列是全民皆兵的国家，后备军人是有正职工作的。他们一被征召，公司就少了一个工程师、一个会计、一个业务。乞丐没有破防，乞丐要说：“干你娘，老鸡掰，斯多尼，你妈被干，你爸被干，你全家都被干。”这不叫破防。你看我有露出任何虚弱的表情吗？我很开心呐、很少看到有人求全家被干呢。谢谢你伯母支援大家。你家养的狗跑出来乱留言，害你家被干哦，很可怜，好不好？来，更重要的是，连老板都自己被征召了，所以人走了，公司直接停摆。77%的倒闭企业是5人以下的小企业，因为1、2个关键员工被征召，就足以让整间公司撑不下去。再来，教育，哎，干 Sony 你怎么这么北吧？你妈被干了之后，被狗干之后生出来还是狗啊？那你在这边汪汪叫干什么啊？乖啊 ，Sony，不要哭了。你妈被干，你这么高兴干什么？干你屁事！干嘛替自己妈妈高兴呢？来，所以1、2个关键员工被征召，就足以让整间公司撑不下去。所以教育的部分更麻烦。学校正常上课吗？你搞错了，那是因为苗博雅苗头不对，不读书啊。北部跟南部的学校大面积的停课，被疏散的家庭小孩被安置到其他城市的学校里面。那是如果还能安排的话，没有安排你就不要想上课了，课程的进度会被打乱，教师缺员，因为教师也被征召，学生心理创伤，你附近被炸翻天了，然后你觉得学生会不受影响吗？没有。这就是苗博雅台北市议员口中的非交战区可以照常上学的以色列现实。那你觉得以色列这样是正常上下课的标准？那是你无知啊！你如果有知的话，你去问一问以色列驻台办事处吧。第9，公共服务全面恶化。因为国防预算暴增，政府必须要把钱从教育、医疗、社福挪过去买武器跟仗。以色列2025年国防预算呢，比战前翻了将近1倍。羊毛出在羊身上，它的增值税从17%调升到18%，你的生活成本上升，你的公共服务品质下降，你的薪水没有增加。2025年呢，粮食不安全人口增加了29%。什么叫粮食不安全人口？今天中午吃的饭，晚上不一定有得吃，这叫粮食不安全人口，增加了1/3。40%以上的家庭每个月的支出都超过收入啊！超过收入是什么意思？就是入不敷出了啦。你赚的钱跟你花出去的钱，没有办法弥补啊，所以你一直在亏钱，一直在亏钱。来，你现在告诉我，这叫非交战区维持基本日常生活运作吗？台派媒体跟台派网红没有一个人敢讲话。你看看台派媒体有多少人进得了以色列，有多少网红是台派，然后正常的在那边播出，除了以色列的喉舌跟以色列的 propaganda 的支持者之外，没有人。还没完，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的确很棒哦，它曾经一度自称为矽谷第2，在战争期间确实还在运作。那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人才在外流啊，人才在严重的外流。2025年，以色列护照申请海外迁居的人数创了历史纪录。最有能力的人、最有钱的人、最有选择的人用脚投票，他们走了，他们走了。还有顺带一提，不要在我留言区洗版，洗，一直洗，都他妈你洗，是你在讲还是我在讲？来，留下来在以色列是什么人？是那些走不了的人。我们的台北市议员今年还要选举的苗啊，亲口拿以色列当例子，以色列怎么回答他？59000家企业倒闭 ，GDP 暴跌21%，而且以色列有什么？它有铁穹防空系统，有剑式反飞弹系统，有美国每年3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有全世界最强的情报机构 Mossad， 它有这一切，经济照样被炸到连性平都保不住。台湾有什么？台湾有什么？台湾什么都没有。台湾什么都没有。来，这个坏掉龙九说，请支持智慧网关插座单人阿鲁巴老朱，并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问老朱祝福打气，谢谢。入期不知道什么东西吗？看不见。这个说支持，好，感谢你。我们现在还剩16个。美妮拉呛说支持朱大打爆这些愚蠢之人崇拜的无良侧翼。我们也不需要真的打爆，我们用逻辑来告诉大家，别信他们讲的话。Mr. 阿卡森说，刚去小搞韭菜与特调，听到开场开喷圈蛋，先你小抖一点目标，从头开始看，2倍加速中支持九哥的活动，请各位网友别吝啬按赞，手机热推，有余力者烦请移驾至阿宅福利社选购精选商品。子祥说，当前适用税率，这个在以色列个人工资附加税、战争税是2024年5月1号到2024年12月31号是3.3%，那是从工资中直接扣除你根本拿不到。2025年1月1号至今呢，还在征收1.2%的战争税，企业银行对银行的利润加征一次性的战争税。这个琳达样说，美国要台湾3.5%的国防预算怎么处理？倒闭啊，怎么处理？因为给不了那么多啊，那一定会有排挤，好不好？也谢谢 TikTok Kate 抖内了2个贴图。那你怎么说呢？对不对？LP 说抖内洗版，朱轩是不是？你要洗版就用抖内洗版，不要留言没洗来洗版，这没有，好不好？来，苗贝亚最爱举的例子来了，乌克兰。苗贝亚去了一趟波兰之后，回来把乌克兰当亲爹来捧。他的核心论点是什么？他说乌克兰没被占领的地方，大家还是正常上班上课。然后沈波样的伙伴呢，好有新北市议员林炳佑，怎么又是一个又去乌克兰考察回来也说，只要开车30分钟就能到正常生活区，车水马龙，大卖场，食品充足啊。来，我们来看真相，我们来看全貌，我们来看真相，来看全貌。那第一个 GDP 呢？2022年呢、俄罗斯入侵的第1年，乌克兰的 GDP 直接暴跌29%，接近30%啊。如果这是你的月薪的话，30万就变成21万喽。第二，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超过600万乌克兰人逃到国外，另外有几百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乌克兰战前人口4400万，等于将近1/4的人口离开了原本的家。林炳又没有告诉你的是，那些开车30分钟到达的正常生活区，有1/4的居民
已经不在了。第三，能源，这是重点中的重点，因为台湾人最该听的就是这一段。乌克兰呢，全部15座火力基金会，火力发电厂什么火力基金会？火力发电厂被炸毁或严重损坏，不是部分受损了，是全部。所以2024年1年之内，乌克兰损失的9 GW 的发电容量，等于战前的1/3。火力发电从占比23.5%暴跌到大约5%。Mr. 刘建一说到以色列，前几天说了句当年德军做的没错，就被删留言禁言1个月，常有的事。我在小红书也常被禁言没办法的，没办法。所以这个是真相。林达样讲的也没错，台湾那么小，往哪逃？睡在自己家里的被窝里面的。所以每年冬天，乌克兰的滚动式停电成为常态，不是偶尔停一下，是每天固定好几个小时没有电，每天好几个小时没有电，冬天零下10几度，没有暖气，然后呢，基辅的市民在黑暗中，公寓里面穿着大衣坐在客厅里面等来电。医院靠发电机撑，但柴油也要进口。2025年一整年俄军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发动了612次的定向打击。你没有听错，612次，平均每天将近2次。这不是一次大轰炸，然后修复。这是持续不断的日复一日的毁灭。你修好一座变电站，隔天又被炸掉，而且俄罗斯已经学乖了，他现在都炸变电站，变电站防不住，他不用炸这个发电厂，他只要让电送不出去就好了。那你觉得这是正常的状况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那的确，林炳又说，乌克兰开车30分钟就有正常生活区，大卖场食品充足。他大概是去了一趟利沃夫是在乌克兰最西边，离前线最远、最靠近波兰的那个城市。利沃夫确实还有咖啡厅开着，但你知道利沃夫离前线多远吗？将近1000公里，那是台北到高雄来回3趟的距离然后你开车30分钟可以到利沃夫，你每小时时速300公里，是不是？妈，你是开高铁？1000公里是台北到高雄来回3趟的距离。台湾从海岸线到最内陆的距离，最多就80公里。你告诉我，你要开车30分钟到哪里去找正常生活区？开到海里面。第4个，修复成本。世界银行、联合国、欧盟的联合评估，截至2024年12月，乌克兰的战争损失达到5240亿美元，修复成本4860亿美元，几乎是乌克兰2023年全年 GDP 的3倍。第5，伤亡。截至2025年中，俄乌双方合计伤亡人数接近150万。如果你用保守的100万美元的生命价值去算，光是人命损失就是1.5兆美元。这就是苗博雅口中的非教战区还是正常上班上课的乌克兰。阿卡塞斯说什么？阿卡塞斯说，从他家出去30分钟开不到淡水。对啊，没办法，这就是苗博雅口中非交战区还是正常上班上课的乌克兰。
你其他不用讲，如果真的解放军用电子压制之后，不要说导航了，你他妈去便利商店，他都不能帮你结账，因为他要扫那个红外线条码，红外线条码要回库存，库存要回总公司，通讯断了是要怎么样？是要怎么样？来，是没错啦，基辅的咖啡厅还开着，但电力供应靠的是从利沃夫、从波兰那边拉欧洲大陆的电网来紧急援助。那国际货币基金呢，输血输多少，以及56%的国家预算哦，来自外国资金啊。乌克兰正常运作的前提是整个西方世界在后面撑着。台湾开战的时候，谁来撑？谁来撑你啊？你告诉我啊！我真心想不通。伊朗现在都进入一个薛丁格的停火状态，有人说停，有人说没停，但到底停了没，我们也搞不清楚。但不管啦、就是有在走啦。那但是你可能觉得乌克兰跟以色列离台湾很远，那我们看一个最接近即时的案例。2025年6月，伊朗跟以色列之间爆发了二战以来中东地区最大规模的直接军事交火，不是代理人战争，不是你打我的盟友，我打你的盟友，是你打我，我打你，非战对非战。这场交火持续了12天，然后到今年2月底的时候又再度展开。我们光讲那12天的结果是，以色列方面发生了什么状况？它紧急关停了3座天然气田中的2座天然气出口呢，全面暂停，全面暂停。那然后呢，航运一路中断了，非必要的服务大面积停摆，建筑物受损，GDP 呢，因为这12天的直接冲突，又被拖累了一轮。伊朗方面呢，伊朗是全球第3大石油出口国，荷姆兹海峡全世界每天要走2100万桶石油。这场冲突呢，油价波动就不用说了。你可能会说啊，伊朗是跟台湾有什么关系？现在你不就看到了吗？你缺塑胶袋呀、你连纸袋都涨价了，你的物价蠢蠢欲动啊！台湾97%的能源都是进口，石油、天然气、煤炭全部都靠船运进口。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不是荷姆兹海峡被封锁的问题啊，是台湾海峡就被封锁了，什么船都进不来啊。Angelica Wang5708说，虾皮现在都在卖垃圾袋，都对岸资源贩卖，对啊，对岸直接寄过来。Zatubo 就外行了，用纸尿片，纸尿片你拉一次屎就牺牲一片呢、你有多少片？你一天拉一次就要丢一片，一家5口人一天就5片，一个月就150片、欸，而且你多拉几次，多尿几次，又要多的纸尿布，你是到底要堆多少？以色列跟伊朗在当时才打了12天，要关闭天然气田，但是以色列有自己的天然气田啊，关了可以重开嘛。台湾没有天然气田，我们的天然气全部都在海上，那时候还没靠岸的 LNG 船里面。你其他不用讲，我今天去买漫画，连书店都说对不起，我们一本书一个人限买1本，因为我们书不够。你看多妙啊！泰德说支持9哥的奇异道具担任阿鲁巴老猪活动，大家要听懂朱大清楚明白的告知真相，
别相信那些无良的公众人物言论，愿真理及智慧常在大众心里。你知道，去年那一场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不是全面战争，双方非常克制，避免升级成全面战争。但即使是这种有限度的直接交火，都已经让以色列被迫关闭主要能源设施的苗博雅苗头不对口中的非交战区维持基本日常生活运作。在以色列面对伊朗12天飞弹雨的时候，就已经维持不下来了。而以色列是一个有铁穹、有建式飞弹防御的国家，12天就撑不住能源供应。那台湾没有铁穹，台湾也没有天然地铁，台湾也没有跟美国的共同防御条约，你要拿什么撑？你要拿什么撑？EOL 说，我家附近还有旧式水井，倒是不怕停水，就是不知道水能不能用而已。可以用啦，但是那个水源有限，你要拿来喝还是拿来冲大便，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那你要怎么做？只有你能做选择。所以我们讲的都是逆耳忠言啊。那你各位还是知道，但乌克兰最后不是撑住吗？但台湾也可以撑住啊。那好啦，我们来比一比台湾跟乌克兰到底差在哪里。每一个人都说什么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那这个是很荒谬的一件事，你知道吗？为什么说荒谬？因为你光是看3场战争，你就知道了，以色列受到影响，就像画面上这样子讲的一样嘛。乌克兰2022年的影响，就像画面上所做的这样子。那台湾的能源一路到了最后15天之后，你就要老命了。那你要怎么办？我们等一下慢慢讲给你听。那台湾跟乌克兰的差异到底在哪里呢？你看这一章就知道了。我慢慢一个一个讲啊。那台湾跟乌克兰真的差很多，请不要再自己骗自己。什么意思叫自己骗自己？就是第一个面积，5个差异，每一个都是很致命的。乌克兰国土60万3000平方公里，台湾的面积是36000平方公里，乌克兰是台湾的16.8倍大。这个差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战略纵深。乌克兰有纵深，从边境打到基辅800公里，俄军走了1个多月都没有到。中间有多少河流、多少城市、多少防线，可以层层阻击。台湾呢？从海岸线到台北市中心哦，大概30公里，飞弹10分钟的事。从台湾海峡到你家阳台哦，没有任何缓冲。苗博雅说，台湾海峡本身就是纵深，他说的有道理啊，但是只有一半有道理。海峡确实让登陆变难了，但是书读的不多的人才会发现这件事情是，他只拦得住登陆啊，但是海峡拦不住飞弹，拦不住巡弋飞弹，拦不住无人机，拦不住远程火箭炮，而且海峡是双面刃，它不只阻挡了敌人的登陆，也阻断了你的一切补给。第二个，台湾没有陆路补给啊。乌克兰与波兰、罗马尼亚、摩尔多瓦、斯洛伐克、匈牙利5个国家接壤，有公路、有铁路、有多瑙河的水路。欧盟在开战3个月内就建立了团结走廊的紧急补给路线，武器从波兰边境源源不断的运进来，粮食、医疗物资、燃油全部都从陆路进来，这是乌克兰能撑3年的最大原因。
台湾是一座岛啊，360度都是海。如果中共实施海空封锁，是没有任何陆路替代方案的，除非你说金厦大桥算。但金厦大桥最多到金门啊，没有从金门到台湾，没有金台大桥啊。来，零替代方案。美国要送武器给你，要穿过中国海军跟空军的封锁网，日本要支援你，同样得突破封锁。不是说做不到啦，但是这跟乌克兰的开一辆卡车从波兰边境开过去，完全不是同一个难度等级。第三个，能源自主。乌克兰有自己的天然气储备，有核电厂，有水力发电。即使15座火力发电厂全部被炸毁，火力发电占比从23.5%暴跌到5%，它还有核电跟水电可以顶，而且乌克兰可以紧急从欧洲进口电力，因为乌克兰电网在2022年3月呢就已经跟欧洲电网同步了。台湾呢，我们97%的能源靠进口，天然气全部靠 LNG 船运进来，核电全部都除役喽。谢谢你林义雄，谢谢你蔡英文，非核家园好棒棒。火力发电占比不到5%，再生能源看天吃饭。一旦海运中断，你从第一天就开始倒数。再来，国际后援的规模，乌克兰被打成那样啊 ，GDP 跌30%，电厂全毁，它还是有整个西方世界在后面罩着。2025年呢，乌克兰国家超过它的国家预算超过一半以上，56%来自外国援助。欧盟通过了900亿欧元的援助计划，美国提供了几百亿美元的军援助。北约各国捐的坦克、飞弹、防御系统、火炮、弹药。台湾被封锁的时候，谁来挺你啊？美国有台湾关系法，但那不是共同防御条约哦，它没有自动参战条款哦，它只是说美国要维持抵御任何诉诸武力行为的能力而已，没有相关的保证。翻译成白话是：我有能力帮你，但我没有义务帮你。第五，人口替代能力。乌克兰战前人口4400万，虽然有600多万人逃到国外，但剩下的人口基数还有3000多万，足以支撑继续作战跟社会运作。台湾的人口2300万，就算这些人都会游泳、会飞天、会钻地，同比例的外逃的话，你还剩多少人呐？而且台湾的少子化比乌克兰严重的多了。垦丁没有基地，但是九鹏湾有，而且那个潮州那边也有很多飞弹基地啊。好啦，那个对岸网友就不要用你网络上查到的东西来讲啊，我们人住在台湾知道的比较多，比较正确啦。所以苗博雅要拿乌克兰来比台湾，但乌克兰拥有的每一个生存优势，战略纵深、陆路补给、能源自主、邻国后援、人口基数，台湾一个都没有。你为了要愚弄台湾的这些百姓、这些青鸟，拿一个面积是16倍，有5个邻国可以补给，有核电可以支撑基础电网，有整个欧盟在书写的国家来比较，然后得出结论说，台湾也可以像乌克兰一样正常上下班，这不是类比，这是自欺欺人啊！这是自欺欺人。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了台湾的97%能源靠进口，那我们已经一再的讲，
97%的能源靠进口的话，这有多恐怖？为什么每次都提到这件事情？因为全世界所有的智库都觉得这太荒谬了，到底谁弄出来这件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LNG 的安全储藏量最多只有11到14天。你没有听错，如果今天环岛一个 LNG 船都进不来，不管是因为封锁、因为战争、因为航运中断，14天之后啊，台湾就会开始断气断电。我帮你模拟一下时间线。第一天到第3天，台电会开始调度天然气发电降载，增加燃煤发电的比重，但台湾的燃煤储存量也只有大概30天。核电已经全部都除役，你会感觉到，最近的电压怎么好像不太稳？最近的电力怎么好像不太对？但是还好，第4天到第7天呢，如果 LNG 船还是进不来，天然气的发电开始大幅削减，工业用电首先会被限制。你的公司呢，可能会接到通知说要轮流限电。冷气电梯开始受到影响，加油站开始排队，因为大家会恐慌性囤油。但台湾的石油储备也只有大约90天，而且那是在没有被攻击的前提之下。到了第8天到第10天的时候，大面积的分区限电就开始了，不是工业限电，是民生限电。你家可能每天只有6到8小时有电，冰箱里的东西开始坏掉，没有电就没有抽水马达，然后没有抽水马达就不能冲马桶，你家的屎就会堆积在马桶里面，尿也是流不出去。大楼的高层开始断水，超市开始抢购，你抢购完之后把东西搬回家要走楼梯上楼啊。ATM 很有可能无法运作哦，因为银行的备用发电机柴油也在消耗。手机基地台如果没有电，你的4G、5G 讯号就会越来越弱。第11天到第14天，天然气的库存见底，发电的缺口会扩大到无法靠燃煤跟再生能源补上，大规模的停电会成为常态，可能每天只有3到4小时有电。如果你幸运的话，医院呢，靠发电机撑，但柴油的库存也在倒数。红绿灯不亮，电动车充不了电，电子支付系统宕机。第15天之后，我不想描述了，你自己想象。好，顺带一提哦，对，刚刚有网友讲要囤水、囤卫生纸、囤不容易坏的罐头。我那个罐头只剩15组还是10组左右，这一波卖完，我暂时就不卖了，因为我每次要搬50公斤的罐头，我每次搬，我哪一天腰闪到了，跟浩克一样，腰闪到我就不行了。所以请各位，你要买赶快买，我再卖不久，我也这一批进完，我不会再进新的。第一个赚不多，第二个我每次买都是我要先贴钱的，对方只收现金，好不好？所以我先贴钱了，请你赶快把它买掉，不然我就要活活亏死啊！这一波没有多赚什么东西，就只是让大家买一个开心，吃一个开心，让大家做做看。现在已经有收到罐头人回报了，这个辉券说真好吃，它煮了之后加了水，然后加了青菜，加了香菇，加了豆腐，就变成一个完整的一整包的这个麻辣锅，可开心，而且那味道真的好。羊肉炉呢，它的羊肉也很多，就请你加香菇、加豆腐、加丸子、鱼丸、蛋饺，加上青加菜加上去，就是这样，很够很够。然后开开心心就抵掉一餐了，所以请各位赶快加价购买，钱只剩15组吧。那再多没有，我下次要再卖，可能要过2、3个月了，因为每次垫现金垫不完呐。
这个妈电到我都快破产了，好不好？航腾也只说炙热饭你们有吗？我没有带那个的货，我觉得你不然就吃自己手指，也不用用炙热饭。阿哲说，讲到电我就生气，我家这里常常停电，一年停好几次，把我家电脑的 power 弄坏好几颗，台电停电通知都还要备注，这不是限电，笑死人。来，阿哲，我跟你讲，第一个，你要么就买一台 UPS，要么就买一个那个我们的，就是你今天为什么电脑的 power 会一直弄坏？就是它突然间电力就没有。我建议你去买 UPS。目前我暂时没有带那个大容量的 UPS 兼电池，但是其实不贵，它就是很重，它就是铅酸电池，所以你为了电脑好，你还是买一个 UPS。那其他的各位网友呢，就记得买我们的这些，譬如说这个佳美能的这个充电站，4万毫安培可以充到一个靠背，然后这个呢我又把它充满了，哎干拔错了，我会把它充满了。这个你看，还有液晶显示，然后有这一台是25000毫安培的，还蛮好用的。这个还可以上飞机，但是这是最大的可以上飞机的产品了，那个4万毫安培就不行了。那如果可以的话，我强烈建议各位带着这个去公司充电，把它电吸光光，赚这些资本主义的可恶的无良老板。所以我建议你，就是用阿哲那个，你真的要 UPS，因为它每次停电就是一个突破，停电就是一个突破，就会打到你的 power。那 Mr. 阿卡塞斯说，我家的 UPS 一直来就一直叫，电压不稳定。我跟你讲，我以前住的地方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后来把它的 alarm 关掉了。那但是你只要这样想，每一次它在叫，就帮你拦住了一个电压突破，至少不会死你的 power supply，至少不会。所以这个才是一个麻烦的事。家里对啦，秦明说的没错，因为等到真没电的时候，你家里不放一点现金或是美金的话，真的不行，真的不行。不是锂电不贵，台湾主要的问题是锂电的大容量电池不给你过，它检验很刁钻呢，它检验很刁钻。我有朋友，我上次跟嘉美人那边聊，他说他想要进个1度而已的锂电，光验这个产品要200万新台币，200万新台币，所以就只能这样。而且我跟你讲，你也不要叫我带货 UPS， 妈，现在 UPS 厂商都很硬的啦，他才没有要给你带货嘞，没有要让利啦，你们自己想办法买。那第11天，我刚讲第11天到第14天啊，天然气的库存就见底了，发电的缺口会扩大到无法靠燃煤跟再生能源辅助啊，大规模的停电会变成常态，可能你每天只有3到4个小时有电。如果你幸运的话，医院靠发电机撑，但柴油的库存也在倒数。红绿灯不亮，电动车充不了电，电子支付系统宕机。第15天之后就没有，不用多说，没有。为什么我会描述这么悲观？是因为现在台湾的发电结构里面天然气发电占了将近40%，核电在民进党的神主牌政策之下一路退场，最后一座核三厂在2025年正式除役啦。所以你的电、你的冷气、你的手机充电、你的冰箱，全部建立在LNG 船一天要进港1艘半的前提之下。一天1艘半哦。Brian Cow 说，以前电脑硬碟经常莫名其妙就坏掉，后来换了新的 UPS 就没事了。
而且要用上面有荧幕显示目前输入电压跟供电状态的 UPS， 就很明白现在台电供电都正常，它电压会这样一直跳啦，你的 power supply 就每天就会配合你的高电压、低电压突破，然后在那边疲于奔命，一下就烧坏了。用一台 UPS 的去冷，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来，苗博雅还在讲战争来了照常上班，朱佑新说战争来了你还是要付水电费。我问你啦，第15天的时候，你的电费账单要缴给谁？你连电都没有了，我都是用网络 APP 缴费啊！他妈网络 APP 既没有电，连不上网，然后我的信用卡的输入认证也没有办法联网认证，这搞什么？这搞什么？电压不正常，早在好几年前就开始了，很多人的电冰箱开始坏，冷气开始坏，就这样。我跟你讲，你要付水费，你家水龙头打开什么都流不出来啦，你要去上班，你的公司没有电、没有网络、没有电梯啦，你老板可能已经在想公司要不要倒闭了啦，还回去上班，拜托，所以你现在还觉得非交战区可以维持基本日常生活运作吗？你现在坐在有冷气的房间里面看直播，14天之后，这个房间可能连灯都点不亮，连电风扇都没有了啦。有台湾的退将啊，在苗博雅说完那段话之后，直接回应他说：战争来了，不要说正常上下班啦，你连马桶都冲不了啊。哦，Irene Love Snow 就 L 小戴说，Lucifer yesterday you complained about Uber's complicated promotional tier system. It's because Uber wants to compete with Grab. Grab is going to get into Taiwan very fast, and I'm not sure why, but it's actually Grab is actually pretty good to use. 我去巴厘岛的时候都用 Grab 啊，我以后在新加坡应该也要用 Grab 吧，但是我好久没去新加坡，我不知道他那边是不是可以路边停计程车。卢光奋说：“台湾没有卖稳压器吗？大陆97年以前电压有不稳。我来跟对岸网友解释一下，台湾原来是电力很稳的，所以稳压器对我们来讲是不必要的。我们买正常的 power supply，不用 UPS 就好。但是就是民进党执政之后弄那个傻逼非核家园的政策之后，没有最稳定的。”没有最稳定的一个核电厂做基载电力之后呢，其他的电力都是会飘的，太阳能没太阳了就降，风能没风了就降，然后你的整个电力系统，我们把它当做一个自来水系统好了，你的压力要保存一定，然后结果水不够了，你要保持正常流速怎么办？加压。加压要耗电要耗能，所以你加压就会有地方的水压降，电压也会降，所以这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才会说，现在的状况变成你的 juice 你的果汁不够，那你要让大家都喝得到要怎么办？就是疯狂加压，加压之后就导致电压不稳，电压不稳。那个 L 小戴说的东西啊，其实 L 小戴可以去看一下，台湾的 Uber 现在变成劣币驱逐良币，它已经不是 promotion，它不是减价折扣，它是叫你加价提升服务。这个 Grab 来了之后，他们就会吃大亏啦，他们就会吃大亏，好不好？对，就是用爱发电，
那那一那一瞬间，泰德，谢谢你订了一组这个我们的这个罐头组。等一下，我把罐头组的连结再贴出来。哎，我这个保证好吃啊！我跟你讲，一级嘴炮技术是用它18代祖宗的声明，跟你保证这个一定好吃。好的，泰德保证好吃哦。记得你的那个水基本上都1:1加，罐头多大加多少水，然后料呢就尽量多加，有得吃，好不好？有得吃。所以台湾有头顶着太阳能的路灯，可是问题那个电池用久了就不争气了，那半夜会熄，好不好？啊，对啊，我知道那个 Grab 那个时候就是硬生生把 Uber 出去了，所以接下来我个人觉得不乐观。嗯，这个网友问说，用木炭洗澡身上会有木头的香味吗？呃，你烧炭之后可能会，但是身上会有木头香味是就做腊肉，好不好？你不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刚刚讲战争来了，你连马桶都抽不了，这不是嘲笑，这是物理事实啦。这是物理事实，这真的是物理事实。因为没有电就没有抽水马达，没有抽水马达就没有自来水加压。你家如果住在5楼以上，抽水马达就没有办法抽水抽到屋顶去，没有抽到屋顶去的水，然后整个就干了。哦，给的连接有错是吧？给好。来，我把这个嘴炮哥保证好吃的罐头贴上去，各位可以去看。这连接现在就没有哦，马上讲出来之后，库存就剩13了，各位只剩13个就要卖完了，拜托，请各位赶快把它卖完，我现在冻没掉啊！每次搬50公斤的东西真的很弱，我本来想说卖不完我就通通留回家吃了，但没有想到还剩13，它真的保证好吃，好不好？而且这个东西可以放很久，可以放到3年的。所以没有啊，没有水，好不好？那全栋都在蓄水，装满他们的浴缸了。你要抢水就抢不到，好不好？好了，现在可以点了，现在可以点了，可不可以？你要正常上班哦，你先解决怎么洗澡、上厕所，除非你要正常上班是去公司大便跟去公司洗澡，否则我真心不明白你要怎么做，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到底是要干什么啊？真的想不通哎、唉，除非你去公司洗澡、偷电、大便、上厕所。来，就我们苗博雅呢，虽然没有道歉，这个真的不道歉哦。这个 L 小戴说，If you compare Apple to Apple, Uber is a better app. Of course, Uber is a better app, but Grab is actually provide more service than Uber. 6000cc 的水罐要买几个够用？你要搬得动啊，我建议买10个啊，60公斤以上，而且不要拿来洗澡。
来，苗博雅被骂之后，他从来没有道歉，他不知道道歉两个字怎么写，于是他就把823炮战拿出来防守。他说：“你看，不要说我不读书，不要说我没尝试，不要说我愚昧。823炮战的时候，台湾本岛仍在正常运作，这什么事儿呢？来，我帮各位翻译一下。1958年的823炮战呢，中共对金门发射了大约多少发呢？大概48万发，48万发的炮弹，主要是152公里跟130 mm 的炮弹。那这些炮弹呢，射程大概这都榴弹炮，射程大概是20到30公里，打到金门打不到台湾本岛，所以台湾本岛正常运作理所当然，因为炮弹根本飞不过来。但现在的解放军有什么？现在的解放军有东风15B，射程900公里。我不建议买20公升水桶，因为有一个问题会搬不动，而且你买了之后你水倒不出来，所以你一次搬20公斤，你腰会断掉啦。我搬那个罐头一箱大概20公斤，我腰都岌岌可危了。所以水桶不能买太大的，然后那个储水不能买太大，你就买一个5公升或者6公升的一瓶，买个十瓶就好了。那所以我强烈建议各位要量力而为。那谢谢这个 Linda Yang， 还有黑桃 K， 还有台湾台中国泰平安江阿面，这个在烧煤炭。台湾太小，不需要加压。台湾缺电呐、干台湾还不缺电哦。大陆网友真是吗？这么开心，这么替我们想，台湾就缺电啊，怎么可能不缺电？菲律宾都被那个伊朗特别开放了，你看这有多妙。所以啦，请囤适当重量的这个东西。来，谢谢 Ben 斗内。那阿哲说，我家这里真的每年都在停电，而且一年都好几次，3月初才刚停一次。去过日本生活，去大陆看过，才真醒的。台湾根本没照顾老百姓，老百姓只是选票，都在剥削老百姓。汽车、机车、牛奶、电力、交通，啥都是问题。所以在赌就是底下永远不觉醒，永远不清醒，不看全世界，他就可以持续执政。我们刚刚继续讲飞弹。来，解放军有东风15B 射程900公里，东风21D 射程1500公里，东风26射程4000公里，常见100巡弋飞弹射程超过1500公里。一枚东风21D 的弹头重量是当年152 mm 炮弹的几十倍，精准度误差在50公尺以内。用823炮战来论证2026年的台海战争不可怕，等于用弓箭的经验来告诉你核战没什么大不了。这完全是隔代教养。我再帮你算一笔账，当年金门被打了47万发炮弹，结果死了440人，伤2500人，因为那个年代的炮弹打不准，威力有限。现在一枚巡弋飞弹可以精准击动一栋建筑物，甚至它要从哪一个窗子进去就从哪一个窗子进去，要从哪一个门进去就从一个门进去。一枚东风11的弹头装药量是500公斤 TNT 当量，一发就可以把一栋6层的公寓夷为平地。而且你要注意一件事情，823炮战是炮击，炮击有射程限制。金门离大陆最近的地方只有2公里，152 mm 炮弹打得到，但是台湾本岛离大陆至少130公里以上。1958年的炮呢，根本不到。所以苗博雅说823炮战时
这什么照常可以运作什么东西，那根本就是鬼，根本就是唬烂，说谎的鬼，骗人的嘴。那这不是83炮战的时候台湾本岛那时候防御有多强，是因为社会韧性有多好吗？都不是，纯粹是因为敌人的武器射程不够远。那你用那个50年、60年前的事情说啊，敌人的武器打不到你，所以你很安全，来论证敌人的武器现在可以打到你，但你还是很安全。这个逻辑链到底断在哪里？自己想一想，是什么样子的逻辑呀？L 小戴说啊，当时那2个 Grab 跟 Uber 在这个新加坡争夺的时候呢，因为有比较受过教育的人跑去开 Uber，那传统的建车司机呢跑去 Grab，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立场争议。Daniel Hamilton 又上来说今晚有啊，而且今晚有，看明天中午有没有，要看今天的斗内有没有过，好吧？目前只有过一半，那看看我明天可不可以讲马绍尔群岛。我跟你讲，第一波不是老蒋用公子线头啦，而是中共的情报真的做得太惊人了。他第一炮就把吉新闻给炸掉了。然后还没完，苗博雅还搬出2战的例子，这个人是历史课本写到1945年、1958年就断了，是不是？他说1938年呢到1945年，台湾被盟军空袭，社会还是要运作，还是要运作，跟还是可以轻松的运作是2回事。来，我们来看看2战空袭的谈是什么样子。1945年，美军对台北大空袭，总督府被炸，台北市区陷入一片火海，大量平民伤亡。空袭结束之后，日本殖民政府实施了什么？它实施了全面配给制度、粮食管制、灯火管制、强制疏散，这个叫正常运作。是不是没读书？没读书还有那么多人信，真的是很夸张啦！活该你们跟法轮功这些信徒造假新闻的搞在一起。社会的确没有完全停摆，因为人只要还活着，就要想办法继续活下去。但这跟正常上班上课完全是2回事啊！人在废墟里面找食物躲空袭，用定量配给的米粮煮稀饭，这不叫正常生活，这叫求生，这叫屈辱委屈，在地上爬着也要活下去。然后你告诉我，这叫正常上下班？那也就是你现在当台北市议员，每天都是这样的正常上下班，爬着去上班吗？苗博雅去波兰华沙听了乌克兰官员讲话，就回来，哭哭其谈，开开心心的告诉大家说啊，没问题，没问题。他没有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乌克兰每天被多少枚飞弹跟无人机攻击？2025年一整年，俄军对乌克兰港口发动了90次飞弹与无人机联合攻击，对能源设施发动了612次的定向打击，每个月平均50次以上的精准击。这就是现代战争。这不是823炮战，不是1945年螺旋桨飞机扔炸弹，是卫星制导，是末端机动，是超音速突防的精准毁灭。来，那塔莎说今天热到吹冷气，我也觉得很热，但我还是没开，我就晚上还睡得着。你一说刚刚被超高血糖病人中断，晚点再听回放。据说神仙难救无命客，但我的病人说他是机身有神明护体，神明没有护体，神明想要赶快把你抓走。所以即使化疗，即使直肠造口，血糖逼近700，
依然拒绝胰岛素治疗，也拒绝放下手里的每日 C。你叫他多喝嘛，多喝就解决了，好不好？多喝就解决了。秦明讲的没错啊，李梅在东京大轰炸的时候丢了一大堆的汽油弹、燃烧弹，烧到河水煮开，所有跳到河里去的都被煮熟。这个就是真的，好吗？哎呀，敌人还没有腾说，台湾现在用油用气一点问题都没有，没停电。民进党政府的习惯就是拖到最后一刻啦，拖到最后一刻啊！哎，为什么郭正亮传上志哥的贴文给我，我却看不到？我来看一下。哦，好。哦，上志哥说，这个习近平意外直接点名台湾的农渔产品可输入。嗯，好，上志哥跟很高的评分，但是怎么样再说啊？但是，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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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志哥说卢秀燕好型的政治性格，在地方上或许行得通，但完全不是领导人高度的基本格局跟气度。因为卢秀燕接受《自由时报》专访。他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就算把自己把国民党烧成灰，民进党的基层支持者也不会把半张票从赖清德身上转投给这个的确是啦，的确是。这怎么办呢？怎么办？怎么办？哎，所以嘛，不要说农民不懂感恩呐、应该这样讲，农民感恩呢，地方首长也不懂感恩呐、妈的，每次这个拿去之后，最后又变成养民进党地方庄脚，这个真的，想不通。但是与我无关，好不好？与我无关，没有，这世界上没有所有人都可以讨好的人，要打就正面开干。台湾的政治没有妥协了。台湾政治没有妥协啊！你这边要靠中间选民，你要接触得到才行，好不好？这个没办法啦。这个 Steady and Co 说支持朱大早日回政论圈，佩服朱大坚强毅力，重新站起。这个 Irene Love Snow 说 Here's my little something for your two 喵喵，my little two 喵喵现在都只会去冷气房了，妈的！所以他们不来我这边。还有，我现在这个时间哦，光是做国际政治，我题目就做不完了。你知道，我后来算一算，我每天做2场直播，我要一路做到下个礼拜，我手上还有20几题的题目可以做，而且很多东西就是台湾人通通不知道，都被蒙蔽，我不做不行，包含了什么这个以色列正常运作，像今天这个，或者是我们跟全世界有什么外交突破，或者是立陶宛又来要饭啊，台湾不敢讲，他们以前占了我们多少便宜啊，那个外交渣男的东西，台湾人也都不知道，然后又在那边有白瞎文，然后美国的这些
参议员也来要饭，要到什么程度？我去查了一下，干他来要饭，就是因为他的选区都是军工产业啊。我光这些东西做不完呢、你叫我还做台湾的这个什么政论评论，我还真他妈做不了。干这个不是我要不要回去做评论，是这个小鱼池已经很严重了，好不好？这个没什么问题。你看，你知道吗？我跟你讲，立陶宛这个东西啊，我应该有机会做一集。那个时候不是这个大家挺立陶宛，我们要喝它的兰姆酒吗？你知道吗？在我做完功课之后，发现林尼啊他妈诱骗你，他兰姆酒的酒液是从千里达来的，是从千里达运到立陶宛之后装瓶，结果跟我讲说是立陶宛兰姆酒。我想说立陶宛没有产兰姆酒啊，立陶宛没有产兰姆酒啊，为什么我要支持立陶宛的兰姆酒呢？就搞了半天，就只是立陶宛那一家公司做的兰姆酒，而且它在国内还不销售，它只有对外销售。台湾就是支持这种要饭鬼，到底在干什么？真妈很扯，很扯。立陶宛还抱怨哦，他说：“妈干，你们答应我要派台积电来啊，我现在我公司自己做倒闭，都怪你们，真是妈想骗你们，想骗我们的身子，然后还要抱怨没有原装货，干烂透了。”对，秦明说没错，兰姆酒是甘蔗做，所以立陶宛这种温带国家怎么会有甘蔗呢？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没有想到，光明正大的妈骗人！你从千里达，从那个加勒比海那边，把这个酒运到立陶宛去分装。我看到那个酒类评析网还说他妈这酒真难喝，就算有民主价值，连调可乐都调不起来，这搞什么？好了，来，我们进入一个重头戏，要拆解那本书哦。沈伯洋跟林炳佑两个人合著的《再谈阿共打来怎么办》，还出了一本书。他这样写啊，他说原生活水准啊，若是100，预期战争将会降低到0，结果只有60%啊。而随着战事持续，会逐渐拉回80，似乎也没有不能忍受。哦，你看 L 小戴说 "You are so much more capable than talk show"， 没有啦，我不用重回正论，我也不会再上电视节目了，我就做好我的 YouTube Podcast 就好了。但是可能我一天会做不止一场哦，因为题目做不完，题目做不完。我跟你讲，现在幸好有了 AI，我可以把立陶宛当地的那些报道通通抓回来，你看看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嘞，他的意思是说，哎呀，那如果开战的话，那生活水准降1%乃无法忍受，降40%可以撑，降20%似乎就没差，没差个屁呀！那你不撑，你不能忍受，你要死是不是？哦，受不了。谢谢 L 小戴，没有，对啊，我跟你讲，我是真心现在没有在担心，看我手一拍，拍到胸口还有范例。真心现在题目做不完，太多东西了。我礼拜一有机会，我还要做 AI 动画的题目。来，这什么意思？我第一次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真的反复确认了3次，确保我没有看错。就跟沈博阳说：“哦，我跟你讲，你看什么 A 片啊，中共会收集资料，因为它可以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就可以影响选举。”我第一次看，我以为看错，或者他在开玩笑。结果我跑去找到原来的这个内容，发现，哎干，不是呢。他认真的讲，是认真的，吓死人呐、吓死！那既然这么认真，告诉各位啊，那个罐头
已经卖剩下12组了，好不好？赶快啊！我说过这一组卖完，我短时间不会再进了。妈的，垫钱垫太多，然后赚钱赚太少，然后搬起来又太重。各位如果要下单，赶快下单，而且我保证好吃，真心不骗。就是我个人，包含了我的朋友、我的家人，包含了云林在地人，都只有一个反应说：这东西怎么那么好吃？而且为什么这个东西是中华民国军方做的，竟然是好吃的，真是见鬼了！那因为它真的好吃，不是唬烂的，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做那么好吃。我想说这是部队的军方暂时补给罐头，做那么好吃干什么？嗯，就是这样子啦，真心不骗，真心不骗。好，这个我昨天还有张贵未付款啊，他那个大概是用 ATM 模拟没有拨款成功。那 Raptor P 他昨天抖内已经付款，谢谢你哦。那反正这个事情就是看状况。来，Mimiko Gaga 说，圣经推背图选到末日战争，东方会有2万兵马出来。以前总觉得哪来那么多人，现在想成战争有2万无人机，就觉得蛮合理的。哎，咪咪扣嘎嘎说的没错，但他现在不在线上，没有听到我们讲的事情。然后严端会说，常吃尾鱼饭团会吃到马绍尔核食吗？我们政府会不会太扯了？2025年11月5号的报道，美国12年引爆67枚核弹，马绍尔群岛深受其害。川普呛恢复核试 CNN 重提马绍尔群岛悲剧，但台湾变成马绍尔群岛拯救家，你看开不开心？我们变成美国小帮手，那怎么办？那个罐头，请大家赶快下单啊！我置顶了，这个直接点进去连结就可以啦。什么人会相信沈博阳？我可不知道啊，你别问我，真心别问我。好啊，那你看这个，我们来，什么意思呢？这些人的渔民的做法是什么？是来，战争只是让你生活品质打6折，然后慢慢恢复到8折，6折好像百货公司周年庆一样啊。来，我们用真实数据来验证一下他讲的到底对不对啊？他讲的到底对不对啊？乌克兰2022年GDP 暴跌29%。如果说你的100%变成71%，那也许勉强可以说是7折，但这是全国平均嘞。这是把基辅的咖啡厅、利沃夫的餐厅，加上顿内茨克的废墟、马里乌波的鬼城一起平均。前线地区的经济活动不是打折，是被打到骨折。赫尔松、扎波罗热、卢甘斯克这些地方没有6折的生活，是没有生活。你知道 GDP 暴跌29%是什么样子？对一般人的概念吗？乌克兰私人消费在战争第一年下降了超过1/3。1/3是什么？你的月薪3万变2万。物价呢？物价在涨，因为供应链断了，工厂被炸了，运输中断了，所以你的实际购买力不是降到7折，可能只有5折，甚至更低。而且别忘了，600万乌克兰人逃到国外啊，他们 GDP 贡献归零了，而且他们也不在这个平均里面了。
如果你把它们算回来啊，那个7折可能是5折啊，那个7折可能是5折。以色列呢，2023年 Q4 的 GDP 按年率暴跌21%，这不是缓慢下滑，这是悬崖式坠落，一下就坠那么多，一个季度跌2成。然后花了一整年才勉强爬回来一点点。2024年全年增长只有0.7%，远低于战前的3%以上。59000家企业比25万人被疏散，粮食安全人口增加29%。如果你是那些被迫关门的59000家企业里面的老板，你的生活品质不是打6折，是破产。如果你是那25万被疏散的居民，你的生活品质不是6折，你是连家都回不了。如果你是那些粮食不安全的家庭，你的6折是每天在算今天的饭够不够吃，而且以色列还是一个人均 GDP 4万多美金的已开发国家。它的社会安全网、医疗保险、失业救济都比台湾完善。即使这样，40%家庭的支出还超过收入，他们在吃老本。台湾的人均 GDP 大概3万多美元，社会安全网比以色列薄弱。如果台湾遭受同等规模的经济冲击，你觉得6折撑得住吗？说什么降低100无法忍受，降40%还可以撑，降20%似乎就没差。你去告诉那些失去房子的乌克兰啊，告诉他们降20没有差，告诉那些倒闭的以色列中小企业主还可以撑，告诉萤火虫之墓里面那2个饿死的小孩，6折的日子其实没那么难过。这种把战争苦难量化成百货公司打折的形容词啊，不是在理性分析啊，它是在麻醉你，它让你觉得战争是一个可以管理的、可以预测的、可以接受的事件，就像台风假多放2天一样。但战争不是台风假，战争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你不知道明天炸弹会不会落在你头上，你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而这种恐惧不是一个6折的数字可以概括的。你听了这样子，你真的理解我们在讲什么？但这个时候，小弟就要贴出我的要饭界面，一个是支付宝，一个是微信支付。短时间里面呢，小弟都领不到，拿不出来，但是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就是该要饭的时候还是要饭。那要了饭呢，怎么样？到时候再说，好不好？到时候再说，我先不想那么远。那有饭当要，直需要。莫待无饭空折枝。对呀、Abdi Mohammed 说家都没有了，还6折嘞，这种平均是什么烂事？笑死人！而且以色列有100%的美国儿子、美国孙子，这在干什么？这在干什么？所以好了，这个如果觉得我前面讲的还有道理，算是合理的话，请各位要抖支付宝抖支付宝，要抖微信的抖微信，记得留个言呐、我要讲话，把各位念一下。你看刘冠超说，战争就像内射，永远没有惊喜，只有惊吓。大便都没水抽了，还打8折，那是直接打到骨折，好不好？笑死人！来，我们把整个悲剧的产业链拉在一起给你看，什么样呢？拉在一起，让你明白到底大家是什么目的在这样子做，叫你居安思危，叫你不要居安思危，因为战争一点都不恐怖。这是什么样子的居心？来，最底层是谁？最底层是苗博雅。苗博雅，他在直播里面告诉你，战争来了，你可以正常上班上课。再来呢，第2层是朱佑勋，
文学作家跳出来用动画跟历史为苗博雅背书，告诉你战争时期本来就要继续工作，这是常事。这两个人有什么共通点？这两个人都是文组，他们说谎不会觉得有压力，他们在物理上做不到呢，不会觉得不开心，他才不管，他才不管。来，第三层是什么？商业化的黑熊学院系统。沈博阳、林炳用出书、演讲、办课程，他们告诉你，乌克兰开车30分钟就有正常生活区，战争只是把生活品质打6折，备战是为了止战，你只要有抗敌意志就好，意志就好，而且最好交钱买课程。通北街黑丝交流协会说，万事通事务所云股东已经买了罐头，各位这个罐头越剩越少，麻烦各位赶快下单，现在就只剩10组啦，而且啊，总之你这一波买完，我要隔一段时间才会再买了啦，因为进货很贵，连那个快递公司都打电话来骂我，他说这么重东西吗？你们办公室没有人，我们非常为难，我们下次考虑不送。哦，我想说，不能怪我啊，我就是没有助理啦，我助理逃跑了，你叫我怎么办？你叫我怎么办？我也不愿意呀，我也不愿意呀。那好，但总之你定了，我死也要拉着货给你去寄出去。你别忘了，你订10组，大概就快15公斤嘞。不对，大概接近20公斤。20公斤我也要拖。在我终于赚到钱购买机器狗之前呢，我都是要用人手拖，请各位多多见谅。如果摔到，那就是我摔的，我保证不会再摔啦。彩虹宝宝说留言没办法，不是因为有些敏感词它管制，好不好？来，再来就是政府哦，全社会防卫韧性政策概念本身没错，但包装方式变成，所以你不用怕，不是吧？不是吧？战争全民防卫韧性是因为你，所以你要做好准备啊。所以战争很有可能会来，只是你有做准备，不是战争不会来，来了也不可怕，不是这样。怕战争的都是中共同路人，反对战争都是投降主义者，不是，不是。来，谢谢 Fan 在 TikTok 上面抖了一个贴图。那所以啊，你不能让包装嘛。苗博雅被批评呢，他怎么说？他说，任何不符合中共外宣的说法，主张台湾还能够抵抗侵略，都会被攻击。你听到了吗？他不是苗博雅，不是在回应数据对不对？他有没有瞎扯这个问题？他是讲所有质疑本皇者就是配合中共外宣，这到底干什么？好，我知道了，罐罐耐摔，而且危急时刻你还可以拿那个罐罐去打人家的头。开心吧？好，有网友说抖内了，我看一下啊。WeChat 说，现在办个台胞证，以后战争时可以做身份证明，而且现在台胞证在大陆很多旅游景点都有打折。有我知道，我有台胞证啊，但是我没有钱买支票啊，不，没有钱买机票，没有钱买机票。好，谢谢你 GHJ，我刚有念你的这个说法，我看看今天有没有这个支付宝的红钱可以收哦。有什么什么轮，谢谢你没留言。然后什么什么力，也谢谢你没留言。但你好像是早上抖内的，是看昨天的内容的呀。还有什么什么节，谢谢你，下次留个言嘛。不对，什么什么力是刚
刚抖的，还有人抖1000，不是1000，抖1块钱，靠腰嘞，公不丢啊！来，你看苗博雅套路你熟不熟？就是标准的扣帽子取代辩论啊！我今天不能跟你吵，吵不赢我就说你中共同路人。你质疑他的战争认知有问题，他不跟你论数据，他告诉你质疑我就是帮中共。这样一来，任何理性的讨论空间都被封杀了，因为谁也不想被贴上中共同路人的标签。道奇说马绍尔这个题材不错，你别忘了，我目前还没有过这个标准哦，所以不一定有得讲，好吧？Mr. 阿卡塞说，以下定一组罐头试试看，虽然朋友可以直接去国军福利社购买，还是要支持朱大一下，一样寄到朋友家。我有种朋友会臭屌我的 feel 了，因为他不用冰，但他2公斤重，所以而且阿卡塞斯，因为你喜欢自己做，我强烈建议你呢，1:1的兑水，就是如果麻辣烫呢是1000公克，你倒进去之后再加1000公克的水，弄成一大锅，然后丢青菜、丢贡丸、丢豆腐、丢百叶、丢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进去啊，还可以丢那个金针菇，挥券就丢金针菇，丢那个杏鲍菇，就变成一锅超赞的麻辣烫，比麻辣锅还要好吃。哦，那个阿布迪马汉，干这个字很难念。要请问黑熊一个量化问题：冰箱是满的，马桶也是满的，算打几折？你等等，应该要这样讲。真正打仗的时候，冰箱是满的，但是因为没有电，里面东西是坏的。马桶是满的，而且它会一直满在那边，因为没有水冲马桶。挥券说剩9组了，是不是？好，快要卖完了，那赶快就把它卖完吧，就这样子啊。没有力气再买了啦。我下个礼拜你订完，因为我那个货都到了，我下礼拜就把它出光光。你吃完觉得好吃，2、3个月之内不要想再跟我订，除非用预购，否则第一我也没现金，第二那个搬一次很重，等凑足量再说。下一次我就叫我的工作人员先等预购，妈凑足一组再来买。哦，好了，一级嘴炮技术是说羊肉毒的味道比较淡，说不要兑水，要兑高丽菜，1颗罐头兑1颗高丽菜，高丽菜的鲜甜汁自然就渗出，就是这样子的。这个部分要听一级嘴炮技术师，而且现在高丽菜盛产，高丽菜很便宜，然后林嘉欣又种了很多高丽菜，林嘉欣最近又常常跑厕所，因为他射物线出问题，难怪叫做射针瓦爆完毕。回劝说也可以加王子面进那个麻辣烫，因为超赞。好，那很简单嘛，苗博雅这样讲，你有什么好跟他辩论的？任何理性的讨论空间都被封杀了，因为谁也不想被贴上中共同路人的标签。国台办呢？国台办这个时候跳出来骂苗博雅毫无人性，该骂他毫无智商才对。结果正中苗博雅下怀，因为国台办一骂，苗博雅就说：“你看我被中共攻击了，这就证明我说的是对的。”这要怎么说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在正场论战里面，所有人都在吵苗博雅是不是美化战争，和国台办有没有干预台湾言论自由，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认真讨论那个最重要的问题：台湾到底有没有能力在战时能够维持社会正常运作？台湾到底有没有能力的？我现在可以跟你讲，没有能力，没有能力，因为连粮食配送都他妈要靠便利商店跟请支援收银的全联的时候，你要怎么办？
来 ，Kimo 麦直接问了，他说：“初大，请问我怎么回怼那些说，如果当初听你们说台积电被卖到中国，台积电要倒了，西顿要垮了，早早卖了台积电股票，怎么迎来现在台积电涨了2000元？人家台积电不是送给美国，是投资本来要分散风险，好不好？来，你问我怎么回怼这些人，对不对？好啊，来，台积电上涨是 AI 需求爆炸推动的全球半导体热潮。”这跟美国投资是否无害，跟当初批评的全错，这是没有证明性的。相反的，这也暴露了海外设厂的代价和隐忧。对方说：“哎，怎么现在涨到2000块呢？你是事后诸葛，说我们是乌鸦嘴或阴谋论者，这是正确决策。”是啊，没错啊，因为现在 AI 涨了，但是 AI 的需求大涨，跟它去美国有关系吗？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把所有台湾的核心产能都移过去的话，台湾现在台积电能赚这么多吗？因为台湾本岛的先进制程2奈米以下才是主力啊，美国目前贡献有限。亚利桑那一厂的2024年 Q4 才量产4奈米，2厂要2027年下半年才3奈米高量产。台积电是不会立即倒闭的。我们当初讲的是美国设厂成本高，补贴又少，延迟严重，人才外流有风险，这些不是倒闭论，是事实风险。结果呢？美国厂确实延迟了，成本超支。台积电是靠台湾的产能撑住了 AI 浪潮啊，才有今天的涨势啊。风险存在啊，风险存在，但是只有越来越高，只有越来越高。那所以，简单回应，股价涨到2000是好事，但这是台湾产能撑起来的，不是美国厂的功劳。当初提醒风险本来就不是盼台积电倒，而是希望别被美国压力掏空核心。结果证明分散要分散，但主力留在台湾才对啊！现在美国继续要更多厂、更多技术，你还觉得没事吗？那是你笨，帮不上忙。那同样的，现在呢，短期有没有利益？有啦，满足美国客户的需求啦，避免被针对啦。但是问题是，美国现在要盖到12座厂，我们的先进产能是永远不会外移的吗？不是啊，不是啊，所以这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讲白了，你听不懂就听不懂。对台积电来讲，它当然要布局全球，但布局全球就不是台积电了哦。但我知道他们其实都听不懂，所以我们就是尽我们的能力讲一讲而已，然后让他们懂的就懂，不懂就不懂，不懂的救不了。神仙难救无命客，那我们为什么要救他们，要教他们呢？不救。来，我们问这个问题很简单：台湾到底有没有能力在暂时维持社会运作？因为没有人在问 LNG 够几天啊。我们的活动结束了，时限内没有达标，那看看大家的斗内状况怎么样啊？看一下哈，来，这个有网友说可以试一下用支付宝飞猪买机票，好，那我们可以试试看，那看看怎么样？那什么什么节，谢谢你斗内，这边好像加一加就。哟，加对岸网友的支持，这个题目就达标了，真妙啊！没有想到现在这个要达标都要两岸共打，这真的是很妙的一个状况。你看，现在没有人在问 LNG 够几天，也没有人在问防空洞里面有没有水，甚至你知不知道你家附近有没有防空洞？每一个地下室都跟你讲，这是暂时防空系统，但是
根本进不去，停车场门口都用遥控器锁住了。你到时候战争来是怎么样？去哪里借遥控器？那也没有人问医院的备用发电机能够撑多久，没有人在问粮食储备够几个月。所有的注意力都被转移到政治立场的攻防上面去了，而那个攸关你生死的物质性问题被完美的绕过去了。这不是4个人各自发言啊，这是一整条完整的认知安抚生产线。末端产品是什么？是一个不害怕战争也不认真准备战争的台湾选。为什么需要你不害怕？因为你害怕的，你就会问为什么不能谈判？为什么不能沟通？为什么要一直挑衅？为什么天然气只存14天？为什么核电要全部关掉？为什么没有跟美国的共同防御条约？这些问题每一个都会动摇到民进党的抗中保台论述基础跟能源政策。所以对于民进党来讲，你不能怕，你必须要相信战争只是打折，不是灭顶，死不到你身上。你必须要相信乌克兰撑住了，所以台湾也撑得住。你必须要相信正常上班上课就是最大的抵抗。这些就是他们需要你相信。问题是，这些全部都是谎言。外界都觉得台湾很危险，但台湾好像西线无战事一样轻松。来，我们退1万步，就算你接受了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概念是正确的，备战是为了止战，社会韧性很重要。那我问你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他们准备好了吗？台湾的防空洞有多少？根据内政部的资料，台湾全岛列管的防空避难设施大约有10几万处，听起来很多，对不对？但你去过吗？你知道你家最近的防空洞在哪吗？你知道里面有什么吗？我告诉你，大部分的防空避难设施是什么？就是你家那栋大楼的地下停车场，没有滤毒通风设备，没有储水，没有食物，没有医疗包，没有通讯设备。如果外面再下飞弹，你躲在地下停车场里面，那就是一个混凝土的盒子，里面提了几10台车，而且进出口都是电铁卷门，没有电的就不会动，没有动就打不开，然后走路上不去，你要怎么活？里面停了几10台车啊，有汽油啊，如果结构受损引发火灾，你被关在里面会火烤啊。上次你做防空避难演习是什么时候？万安演习吗？那个每年响30分钟警报，大家站在路边等警报结束，然后继续逛街那个演习，或是万安演习在台湾哦，是我们赶快躲到百货公司里面，然后在里面继续逛街，躲到美食街里面，快在里面叫东西吃，这个才是我们的防空演习啊！你有看过全世界哪一个国家防空演习是让你演习在百货公司里面逛街的吗？没有以色列的小孩从幼稚园开始就要演练怎么在15秒内进入安全室。台湾的万安演习连让你走进地下室的动作就省了，国防部花了6450万印了一本《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就那本小局书啦，局。苗博雅的那段争议言论呢，就是在介绍那本小局书的直播里面说：“你翻过那本书吗？有，我翻过，我很恭敬的对他膜拜，因为里面告诉你要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怎么辨识防空警报，他没有告诉你一个关键问题哦。顺带一提哦，如果要筹备紧急食粮的话，云漳牧场的牛肉干很好用。”请各位赶快下单。云漳牧场的牛肉干呢，就是暂时的高热量来源呐，不糊烂，绝对很好，而且又好吃。那这个你赶快去买，存着吧，安全一点，好不好？我们的那个罐头剩下9组啦，9组卖完之后就没了哦，你就不要再求我短时间搬不动了，请原谅我的腰没有那么强，好不好？
对呀、你看柔一有见这个不斩围城也说，只要蝼蚁他不就全部埋进去了吗？是啊，没错啊，不然嘞，就是这样子啊，他就是埋啊。那来里面告诉你这些所有的关键都有，但他没有告诉你一个关键问题：如果停电超过3天，你家的水塔是空的，你的手机没有讯号，你的现金理不出来，你附近的超市被抢购一空，那时候你该怎么办？小菊叔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甚至连正视这些问题的态度都没有，因为他没有列进去。以色列有铁穹防空系统，但它的子弹已经快不够了，它已经拦截了几千枚火箭弹。有全国的防空警报系统，从侦测到飞弹到警报响起，只要几秒钟。有每栋建筑物都必须建造的安全是 MAMAD， 它规定要混凝土加固防爆门、通风，有48小时内可以动员36万后备军人的制度，有全民皆兵的3年义务役，每个成年人都受过最基本的军事训练。它有这一切，打了1年多 ，GDP 还是暴跌，59000家企业还是倒闭，25万人还是被疏散，性平还是被降，粮食不安全人口还是增加了29%。台湾有一本小菊书，这个我直播又被受限，因为只包含连续且单调的动作。而没有维持互动的明确目标啊，随便你啦，妈，我就是政论直播主，你有怎么样站起来跳舞吗？来，台湾的小菊书战争可以正常上班的直播，还有一个每年响30分钟的防空演习，这是要干什么？吓唬我是吧？而且你真的要囤哦，你其实把这个都充满了，差不多1个星期的笔记型电脑跟手机的量还够，因为它一个4万毫安培啊。然后你如果买5颗，加起来就是20万毫安培，应该还够1个星期。但是它比较贵啦，4000多块可以买。但总之，我强烈建议你，如果要躲避难室，你要防好几个行动电源，不然是怎么样？哦，还有宠物版的小菊书哦，你看妙不妙？来，我们不是说以色列做的有多好，的确很多以色列阳奉阴违，他就说，哎，你要叫我搞一个符合规定的那个防空洞，我做不到，我就在我家最安全那个角落躲起来就好了，躲起来就好了。那以色列自己的人民都在骂政府。我的意思是说，即使你做了以色列那么多的准备哦，战争的冲击还是那么大，而以色列连台湾一比之下，台湾连以色列1/10的准备都没有做到啊！全社会防卫韧性这个概念是好的，北欧国家瑞士、新加坡都在做，但问题是人家是真的在做。瑞典每户家庭都有政府发的72小时紧急应变手册，而且里面也附了具体的物资清单。芬兰呢，有全国性的地下避难所系统，可以容纳全国人口的80%。新加坡每一栋新建的祖屋都有防爆避难室。台湾的全社会防卫韧性呢，目前主要的表现形式是一本小菊书、几场座谈会跟苗博雅的一段直播，开不开心？来，我今天讲了这么多数字。以色列 GDP 暴跌21%，59000家企业倒闭；乌克兰 GDP 暴跌29%，1000万人流离失所，15座电厂全毁。台湾 LNG 只够14天，这些数字不是我编的。以色列的数据来自于以色列国家统计局跟 COFACE BDI， 但是2025年呢，国家统计局就忽然之间没有公布资料啦。乌克兰数据来自世界银行跟基辅经济学院，台湾的能源数字来自于经济部。但我要问你一个最后的问题，在我今天讲这些之前，在你看到这些数字之前，你是不是也隐隐觉得苗贝尔说的精神胜利法？我有精神抗中，我最大；我有抗争到底的意志，我最强。你是不是隐隐觉得苗贝尔说的好像很有道理？他这么有自信，
他这么有这个知识感，会不会也觉得他有道理？你是不是也觉得战争来了也不至于那么惨？你是不是在心里想过，乌克兰不也是撑住了吗？如果是的话，你就是这条认知安抚产业链的目标受众，你就是被成功麻醉的那个人。你之所以觉得好像也有道理，不是因为苗博雅说的真有道理，是因为你从来没有被人用具体的数字告诉过你战争到底会怎么样。你只看到新闻标题跟你讲说乌克兰人坚强抗敌，你看到基辅的咖啡厅照片，你看到泽伦斯基穿的 T 恤拍影片，你看到的是经过筛选、振奋人心的画面，那不是真相，那不是战争。你没有看到的是，每天有几十个乌克兰平民死在飞弹爆炸中。你没看到的是600万人抛下一切逃到国外，很多人再也没有回去，再也不会回去。你没看到的是，2025年冬天，基辅有些地区每天只有4小时有电。你没有看到的是，修复乌克兰需要的4860亿美金，到现在1分钱都没有着落。苗博雅不可怕，朱宥勋也不可怕，沈伯洋的黑熊学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听完他的话之后，觉得好像也对，然后继续滑手机喝手摇饮，不去想你家那条巷子最近的防空洞在哪里，你不去想液化石油天然气只够14天，你不去想台湾没有陆路补给，你不去想97%的能源坐在海峡对面的那艘船上，你不去想，因为有人告诉你不用想，我们很安全。战争最恐怖的不是炮弹，是炮弹来之前你以为它不会来，而让你以为它不会来的那些人，他们自己早就在盘算退路了。苗博雅说他没有外国护照 ，so what？ 他可以被邀请去波兰参加安全座谈会，你能吗？但民进党多少立委的子女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澳洲，你可以去查查看呐。你我没有退路，你我只有这座岛，所以你应该害怕，不是害怕到崩溃，而是害怕到清醒，害怕到去问对的问题，做对的准备，选对的决策。害怕不是投降，不害怕才是最大的投降，放弃思考才是最大的投降，因为你投降给了无知。我是朱璇，今天的直播到这边结束。我最后还是要讲，所以你要做准备啊，多买行动电源，多买充电板，多买这些东西要存着，每周重新帮他充一次电。多买罐头，因为一个罐头可以放1年半到3年。如果你觉得担心过期，第一个它要过期要坏很难，都是密封抽真空。第二个，你担心过期，就到期前6个月把它打开来煮了吃就好了。只是你家要记得准备那一个开罐器，不然剉赛来。还有那个刘冠超说啊，你不要讲了，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断电之后那个免治马桶无法冲水啊。这个刘冠超说，我家小区前几个月断了1次，我真心后悔2个都装了智能。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等等，大家不要随便乱投票，还没有说要投票。帮帮蓝色旋风说，这个我才不管其他事，我只要和平，没什么比家人命更重要。那个 Mr. Akaset 讲的是真相，就是很多防空洞都是大楼的地下停车场，他们的管委会或者守卫在暂时，真的会让平民百姓进入避难吗？你去地堡看一看，地堡的地下停车场就是暂时防空洞，你他妈敢走进去看看？你看看警卫拦不拦你？其他各种各样的高档的大楼，你根本都进不去，好不好？你不实际跑一次，真的没办法。刘冠超说：“还好我家社区有个大公园，可以去上公共厕所。”好啦，
今日的那个内容呢，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我们的这个这边有支付宝跟微信支付，你也可以在 YT 抖内，你也可以在我们置顶的绿界抖内。但真正的问题就是，明天中午我们还可以讲一个马绍尔群岛的故事。顺便跟各位一提，本人在北监的过程当中，有一名神秘的美国老人，他就在马绍尔群岛驻扎过。所以我知道很多关于马绍尔群岛的东西是你们不知道，那请各位看着办，请各位看着办。台湾真的很有啊，我坦白讲，台湾可以跟马绍尔购买它的那个粮食跟农渔产品，真的是有。所以各位，今日直播开开心心跟各位聊到这里，希望各位都觉得满意。我们最后要投一个票，就是如果各位觉得今天的内容呢是觉得好，讲的也好的，欢迎各位按一。如果今天的内容呢，各位觉得内容好，但讲的不好的话，请各位按二。如果各位觉得今天的内容呢，内容不好，讲的也不好的话，请各位按三。我们要好好的看一下大家今日满不满意，会不会我讲的东西太认真了？来，谢谢飞哥投一，柔意有见不斩围城，也谢谢你投一。那这个柔意有见不斩围城说，还有保持乐观才能做对选择。我是认为相信科学才能做对选择。你看，你如果相信科学，早几年我们就跟你讲要相信科学的，现在嘞，现在吗？还不是何人要直播，浪费那么多钱搞公投，干什么？干什么？哦，宋世英今天也来投票，我今天你前面没有看到你留言哦。来，我们置顶的有绿界的斗内，还有你如果想买金水果，最近还有黄金奇异果也上来，我们礼拜一只要一开柜，一开货柜，你就会是台湾最先吃到黄金奇异果的前100个人吧。所以如果你想要抢新抢先，那个徽券你可以赶快订，我们应该已经上线，那各位可以去看一看。我看看啊，带货新区里面有什么？各位觉得今日的内容怎么样？就请。那你要买蜂蜜也可以哦，蜂蜜就是，总之就是蜂蜜。蜂蜜会寄到你家去。好，这个是黄金奇异，礼拜一据说就会进市场开柜。你如果现在当天就第一时间，你比市场大多数人吃到还要快。好的，我们的这个罐头组合呢，根据辉券的回报，只剩7组啦。好啦，请各位要下单，赶快再下，这是最后的机会。你下单卖完，我就暂时不会进货，太亏了，没办法。而且还有，这个新的苹果啦，还有那个好吃的东西。那纽西兰的苹果已经下架了，不好意思，没有卖了，请各位多多见谅。好了，听到苗头不对，发言简直气炸。我们今天这个纽西兰苹果不见了，因为卖完了，就跟你讲，我们这个东西跟期货一样啊，一个货柜卖完了就没有了，要等下一个货柜啊。所以你要买的话，华盛顿苹果也很脆，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看缘分，这个就是看缘分。那请各位把握缘分，及早享受。来，还有这个什么什么慢说赶上了，直播抖一下，辛苦了，谢谢你的累。等我有一天，哦，这位什么什么许
他每天都懂内，他很认真。他说天气晴朗的话，走小三通、五通码头可以办银行账号跟手机。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纽西兰苹果真的就是卖完就没有了啦，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吃什么东西要快的话，就赶快。那个上个礼拜还有人下单秋脆葡萄，然后我们的合作厂商是说，最近这一波的形状好，他不卖，要等一下。以望9349说，不知道以后可以讲，一般战争后民生、金融、医疗、工作等等，陆续会发生什么主要的问题？谢谢。可以的话，你就懂内题嘛，你这样留我记不住，我记不住。好不好？那如果各位要下单要订任何东西，马上都赶快下单。我们周末假日还会帮你整理订单，然后整理完了呢，还会只要一上班黑猫有寄，我们就会寄出去。好啦，今日直播到这边结束了，快快预告，明天中午还有一场讲马绍尔群岛的神秘现象，就是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区域。竟然是马绍尔群，为什么？因为以望说好，看看怎么抖内啊，有这个我们置顶有绿界的抖内法，或者你要 YouTube 抖内，或者你有其他的方法要抖内都好，抖了之后记得跟我讲啊。好了，今日直播到这边告一段落啦，跟各位说拜拜，明天中午再见。想要听马绍尔群岛的故事，这个我们会很完整的整理给你。那你从马绍尔群岛买来的水产品安不安全呢？我不知道，但是台湾不会有媒体跟你讲这个东西，因为只有我天生爱研究，而且闲着没事干，所以明天你就知道啦，好不好？跟大家说拜拜拜拜拜拜，各种产品记得赶快下单呐，这样随时下礼拜才能快快收到，好不好？拜拜拜拜。